谭松韵童颜感背后的发型密码，为什么她30岁依然像少女？真正厉害的从来不是脸，而是审美。提起谭松韵，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第一个词，大概都是幼态感。这种幼态感并不是刻意装嫩，也不是靠浓妆滤镜营造出来的少女幻觉，而是一种让人看上去舒服、自然、没有年龄攻击性的状态。尤其是在如今的娱乐圈里，当越来越多女明星开始追求所谓的少女感时，谭松韵反而显得格外特别。她没有夸张的减龄穿搭，没有刻意卖萌的表情，更没有强行挑战10几岁少女角色，可偏偏每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，都会让人忍不住感叹一句：她怎么好像一直没变？双引号。前段时间看到谭松韵出席活动的新照片时，我又一次产生了同样的感受。36岁的年龄，成熟的阅历，经历过事业高峰，也经历过人生低谷，但整个人依旧保留着一种干净、温柔、松弛的少女气质。仔细观察之后，我发现很多人都把这种状态归功于她的脸。事实上，我认为真正被忽略的关键，恰恰是她多年来几乎没有改变过的发型体系。甚至可以说，谭松韵的发型审美才是普通女生最值得借鉴的地方。因为脸型难改，五官天生，但发型却是每个人都能复制的。为什么30+女生越来越容易被发型拖老？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很多女生过了30岁之后，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选发型。年轻时随便扎个马尾都好看，可年龄增长后，换发型反而变成了一件高风险的事情。烫个卷发，容易显老10岁；剪个短发，气场变强了，却少了温柔感；留后刘海，显得闷脸压个子；跟风网红发型，拍照好看，现实却违和。我采访过一些形象设计师，他们提到一个共同观点：大部分熟龄女性的问题并不是年龄本身，而是发型放大了年龄感。中国知名形象管理专家曾分析过，女性进入30岁以后，面部胶原蛋白流失速度加快，下颌线开始变得模糊，苹果肌位置下移。这时候如果发型依旧追求厚重感和复杂感，就会进一步放大疲惫状态。换句话说，很多女生不是老了，而是发型让人看起来老了。而谭松韵恰恰避开了这些坑。谭松韵发型最厉害的地方，不追潮流，只追适配。娱乐圈的发型趋势一直在变，前几年流行羊毛卷，后来流行公主切，再后来流行高层次狼尾发。但谭松韵几乎从不盲目跟风，她坚持的始终是一套极其稳定的发型逻辑，那就是柔和轮廓，弱化攻击性，增强亲和力。仔细翻看她这些年的照片，会发现无论是电视剧宣传、综艺录制、时尚活动，还是私服路透，她最常见的造型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：锁骨长度中长发，自然层次，微卷发尾，轻薄刘海，偏分设计，看似普通，却极其高级。因为这种发型最大的优势就在于，让别人第一眼看到的是你的状态，而不是你的年龄。发型专家解析，为什么锁骨发最减龄？很多造型师认为，锁骨发是亚洲女性最不容易出错的长度。原因很简单，长发容易压身高，短发容易暴露脸型缺点，而锁骨长度刚好处于平衡点。对于谭松韵来说更是如此，她属于典型的圆脸系长相，面部线条柔和。如果头发太长，容易显得沉闷；如果头发太短，又会暴露脸部圆润感。而锁骨发能够刚好形成纵向延伸效果，视觉上拉长脸型，同时保留温柔气质。
这一点对于普通女生尤其重要。很多人总想着靠瘦脸针改变脸型，其实一款合适的锁骨发往往比医美更有效。偏分设计为什么越来越受欢迎？过去很多女生迷恋其刘海，因为觉得这样显年轻。但事实上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厚重刘海反而容易显得刻意，尤其是职场女性，很容易给人一种不够成熟的感觉。谭松韵这些年逐渐从其刘海转向46偏分，其实也是一种审美升级。偏分最大的优势在于修饰额头，柔化面部线条，增加发根蓬松度，同时还能制造头包脸效果。这种视觉原理在专业造型领域被称为轮廓重塑。简单来说就是让脸看起来更小，让气质看起来更柔和，让年龄感自然下降。刘海才是决定幼态感的关键细节。如果让我选出谭松韵发型中最重要的元素，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刘海，因为很多人模仿她的发型失败，恰恰就是输在这里。谭松韵的刘海从来不是厚重齐刘海，也不是夸张漫画刘海，更不是最近流行的高颅顶贴片刘海，而是一种介于空气刘海和法式刘海之间的自然弧度。这种刘海最大的特点就是轻、透、软，有留白感，既能修饰发际线，又不会挡住五官，既能减龄，又不会幼稚。很多高级发型师认为，真正的减龄不是遮住脸，而是让脸更舒展。这一点，谭松韵做到了。发色选择，为什么她几乎不染夸张颜色？观察娱乐圈会发现一个现象，很多明星为了追求时尚感，频繁尝试浅金色、灰紫色、奶奶灰等发色，但谭松韵却极少尝试。她最常见的颜色始终是黑茶色、深棕色、暖茶棕。有人觉得保守，但我认为恰恰是聪明，因为亚洲女性普遍偏黄皮，暖色系发色能够提亮肤色，增加气血感，而冷色系发色则容易暴露脸部暗沉，特别是30岁以后，肤色状态已经不像20岁时那么稳定，过于潮流的发色反而会加重疲惫感。所以谭松韵的发色策略其实很简单，不抢戏，只加分。真正的童颜感从来不是装嫩。很多网友总说谭松韵天生娃娃脸，所以显年轻。双引号，我部分认同，但又不完全认同，因为娱乐圈娃娃脸女演员并不少，真正能够10几年维持稳定状态的人却不多。原因就在于审美选择。谭松韵从来没有执着于对抗年龄，她没有疯狂追求少女角色，也没有过度营销冻龄标签，而是在接受年龄增长的同时，保留自己最舒服的状态。这种松弛感其实比任何发型都重要，因为真正高级的减龄从来不是回到18岁，而是在36岁依旧拥有18岁的生命力。网友热议，这才是普通女生能学会的减龄模板。随着相关话题不断登上热搜，不少网友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。有人留言，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烫羊毛卷都显老了。双引号。有人表示，谭松韵最大的优点就是自然，不用力。双引号。还有网友感慨，以前总觉得减龄要靠刘海，现在发现关键是整体轮廓。双引号。更有粉丝直言，娱乐圈那么多女明星，只有谭松韵让我觉得年龄增长是一件很温柔的事。双引号。这些评论获得了大量点赞，因为大家越来越发现，所谓童颜感并不是年龄停止增长，而是状态没有被年龄定义。写在最后，
在这个人人都在焦虑年龄的时代，谭松韵的存在其实给了很多女性一种新的答案。她没有逆天改命般的容貌神话，也没有夸张到不真实的冻龄传说，她只是通过正确的审美、合适的发型和稳定的自我管理，让自己始终保持舒服耐看的状态。而这恰恰是最值得普通女生学习的地方。年龄会增长，皱纹会出现，时间从不会偏爱任何人，但一个人的气质、审美和状态却可以长期经营。也许真正的少女感从来不是年轻，而是经历过岁月之后依旧保有温柔与热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谭松韵最吸引人的地方是童颜长相，还是她身上那种自然松弛的气质？如果让你选择，你更喜欢偏分发型还是刘海发型？你认为30+女性应该追求少女感，还是成熟优雅感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一起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娱乐深度解析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分享，并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